桃园三结义，让3名兄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习近平主导的3中全会呢，等等，是不是也要带领中国经济走上不同的道路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中国的3中全会。其实啊，3中全会这4个字，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有象征意义的一场会议。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1978年的3中全会，邓小平亲自宣布啊，我们改革开放，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它除了把整个中国的经济呢拉到了市场经济的方向当中，同时呢，它也重新定义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呢，其实在这个中国他们的一个教科书当中啊，他也讲，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崛起，就是从1978年的3中全会那一天开始的。所以3中全会后来哦，我们看到大家就说哇，每一次我们看到3中全会要召开，你就赶快等着看，中国又会有哪一些的经济牛肉经济政策端出来，因为它会定义了接下来的经济方向。好，那于是乎3中全会登场了，锵锵，我们赶快来看看，因为呢，今年3中全会非常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现在是不是遭遇到了困境？是不是来到了一个僵局？是不是在美国的一个打压底下，现在呢似乎有一点好像有一点挣脱不出去的感觉？所以呢，3中全会在此时此刻召开，非常关键。那于是呢，到底在这场会议当中讲了些什么就很重要了。我们要让您看到，其实40年来哦，应该说每一次的3中全会，其实中国他们在举行这种会议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这个流程，有一个顺序的。那3中全会呢，通常都会是在这个换届之后的隔年，通常就会举行。但是呢，有几次啊，它就很延后才举行，到再次1年，那你就好奇说，到底为什么？其实都有原因的哦。那当然，如果你对一个经济的方向非常确定的话，那当然什么时候举行，我赶快把政策的一个牛肉方向端出来让大家看，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打拼，不是很好吗？但是有2次，40年前那一次也是延后举行，那个是在1984年。那一年为什么3中全会延后呢？是因为大家对于经济路线有非常多的辩论，有一点讲不拢，所以呢，那个时候延迟了一点。那这一次呢，当然也有这一次的原因哦。那你看到了这国际情势，哇，诡谲多变啊，这个一日3变啊，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的，然后再加上中国内部的问题，似乎呢也好像一个一个爆发，所以这一次的3中全会也往后延到了7月15到18。好，那到底这一次要谈什么？刚刚讲关键中关键，我先念给大家听哦。这一次的会议它有定一个主题嘛？这个主题这样子哦。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好，其实我常觉得哦，中国的会议名称都好长好长哦。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天哪，我是文盲吗？怎么好像都是国字看得懂，但是拼在一起你要理解它一下。好，那当然具体的议题谈什么？其实，在会议开始之前，大家讨论非常多，哪一些非常重要？那不外乎几项，我们简单来提哦。当然，刚刚讲到了这个经济很重要。延迟退休是不是一个选项？这个可能在会议当中一定会被谈到。为什么？中国的年龄高龄化，然后呢，他们少子化，生育率降低了，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会生产力不足，也就是他们的人口红利不在啊，这个劳动力不足了，怎么办呢？要不要延迟大家退休年纪哦？目前为止呢，在中国的退休年纪这个女生是55岁，男生是60岁，那有一说要把它延长到男女都变65岁。我们来看会议当中怎么讨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财政的改革，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中国的地方政府当中，哇，它有非常多的一个财政困窘的状况，财政的改革很重要。还有就是要不要保障民营经济哦？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看说，似乎在习主席的带领之下叫国进民退嘛，那现在有没有可能让这个民企又重新的保障它一下啊？民企其实很重要的哦。你看台湾的经济，台湾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呢会给人一种蓬勃发展的感觉，然后创造很多的一些就业机会，给大家很多的机会，其实是好的。但是在中国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制，所以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有一个门槛在的哦，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国他们的失业率非常高，那就是让大家觉得哇，这个民企被打压了，它丧失了很多的工
工作机会。一家名企倒下了，哇，那他很多工作机会，大家一起失业了。所以呢，名企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重新的被提起，要保障它？很重要。还有就是土地制度了。当然，有一些觉得，现在整个中国就是所有的土地都国有嘛，有没有可能放松一点呢？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让大家房地产啊，或者是土地啊更有意愿来投资？还有什么呢？就是税制的部分哦。像最近一直在被讨论说，中国有没有可能他们的消费税可不可以重新的被提起？那消费税如果这个税可以下放到地方的话，会让地方的财政困窘得到一个解方，有没有可能？另外呢，我们带您看到这个户口限制，这是在中国他们想要刺激房地产很重要的一个放松的手段。户口嘛，他们过去都有户口，你是城市户口，你是像农村户口等等等哦，不一样限制。那现在放宽了，就希望大家房地产活络一点。那还有呢，就是外资要不要开放哦？大家都对于这个中国对外资有很多的限制。那现在非常需要外资投资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开放呢？有没有可能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状况底下，对外资进一步开放呢？让外资留下来，这也很重要。再来一个又生育政策哦，但是我觉得生育政策很难，你怎么样去鼓励人家多生小孩很困难，你要人家心甘情愿生，对吧？好，那这些题目到底会谈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我们可以持续看下去。但是我们来看哦。我们好好的来聊聊现在习主席的难题，为什么时间要往后延呢？其实呢是有盘根错节的一些原因，我们归纳成3大原因哈。第一就是国际情势，再来是国内的形势，还有一个是人事问题，一个一个聊聊。先来看国际情势，国际情势呢，大家看到了这个中美的一个对抗，或者呢，你希望说它是竞争，随便你怎么理解，但反正现在看起来就是2个人要打架了，对吧？好，那这2个人要打架的一个状况底下，我要评估你啊，你到底是真打还是假打？你是嘴炮还是你真的要动手？那你如果要动手的话，你是出拳头还是赏巴掌，就不一样嘛，对不对？你的轻重缓急你要认清楚啊。所以呢，其实在本来去年要开3中全会的，对吧？要定出那个接下来的一个新的5年计划的一些经济方向。但问题是去年那个状况很诡谲嘛，对不对？到底美国你是赏巴掌呢，还是有勾拳呢，还是怎么样？是不晓得嘛。所以呢，观察一下哦，国际情势非常诡谲。然后你看到了去年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些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你看俄乌大战这持续打的，然后你看到中东又开始爆发战争的那个状况，好像没有办法在当下立刻做出一个。好，我就是跟美国撕破脸，所以我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方向，亦或是我跟美国好像有点撕破脸，但也没有完全，有些地方可以合作哦，那我是哪一个经济方向，或者是我跟美国其实还有转换空间哦，那我是哪个经济方向？所以似乎国际情势在去年没有办法好好让中国确立它的经济方向，挪到今年。再来呢，国内的情势也不容许在去年开，为什么？因为本来大家预期在 COVID-19 的疫情之后，中国的经济会迎来一个像样的反弹，有吗？结果没有那个反弹弹得很弱。好，那弹得很弱呢，那你就没有什么底气说，怎么会这样？本来大家预期说，我一个反弹，经济来到这里，然后我再给它一些什么样的刺激，让它冲高，结果没想到一反弹只弹到这里，那我现在怎么办？我怎么办？所以呢，这好像在去年也没有什么办法。再来一个呢，我想应该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到中国人事问题，你看到了外交部长秦刚，你看到了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你看到了火箭军的贪腐，我想呢，以一个这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以一个国家的高度来说，国安问题、国家的安全应该是比经济发展要来得更加重要。毕竟没有国哪有家哪有经济嘛，你说是吧？所以呢，你看到了习近平他可能满脑子先在处理他的人事问题，秦刚是他手把手带起来要提拔的人，结果呢怎么会毁在男女问题？然后你看到李尚福，你看到火箭军对于中国解放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军种，但是呢爆发了贪腐案，爆发了泄密问题。很多人在说啊，这个中间有点内幕。普丁呢来访北京的时候，告诉习近平说：“你们火箭军有人泄密，被我知道了。”习近平觉得脸上无光，哎呀，我们的火箭军泄密居然是普丁来告诉我，所以马上开始清查，这一查不得了，通通被你翻出来了。所以呢，他开始要彻查。你看魏凤和，也一样哦。而且呢，他们说魏凤和的那个被开除党籍的那个理由很有玄机，他怎么讲？信仰坍塌。
终成失节，哎呀，这就是泄密，对吧？感觉就是当初的汉奸走狗才会干这种事情啊。所以你到底泄了什么密呢？那于是呢，现在大家有人讲啊，说哇，火箭军有很多机密被美国掌握在手中，可能都这些人泄密。火箭军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高官，他们的孩子都在美国念书的啊。那之前不是也有抓到吗？有个高官的孩子在美国念书，就把火箭军的机密告诉了这个美国。所以呢，这也是啊，这个目前我们看到了这次的三中全会要开始往后延，很重要，他把这些事情理清楚，我们再来开会，再来定出接下来的经济方向。那除此之外呢，你也看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势啊，现在呢其实也很困难，但是为了要开三中全会，他要先清理战场一番。好，怎么个清理法？最近有一个很妙的事情，1周之内有40家的银行就被消失了。好，不是一气蒸发，不是被外星人带走啦，就是被并掉了。好，那特别呢是这些银行都是很特别，他们是比较地方型的小型的金融机构。那这样的金融机构，当然中国地大物博人很多嘛，他们的小金融机构其实也蛮大的，金额蛮大的。好，那这40家呢，我们就是被分别分掉了，被分别并掉了。那其中比如说像辽宁的这个农商银行，它就并了36家。那另外还有一些银行啊，这个我并了2家，你并了3家之类的 ，total 加起来40家。好，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些地区的银行在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到处爆雷，之前的房地产危机还没有解决嘛，他们手中有非常多的不良资产。他们放贷出去都收不回来，所以这些银行其实都摇摇欲坠。像是其中有一个在河南的一个村镇银行，之前就闹了一件事哦，就是他真的没钱了，他钱榨干了，他贷款出去收不回来了，所以呢怎么办呢？银行没钱，那我只能就没有办法让你提款呐、所以我的存户呢来到银行说我要提钱，我要提个100人民币，哎，不好意思，没有，不让你提钱。那当然存户生气啊，所以走上街头维权去了，还引爆了一些公安跟这个人民的之间的冲突，反正弄得很难看了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中国中央来讲无法忍受的。那你这些地区银行你到底怎么管的？你怎么管理如此松散呢？那你为什么不良债权这么多呢？那这些呢，整个这种小型的一些金融机构在中国其实蛮多的，3800家。那它在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占比是13%的哦。那总共这些小型的金融机构，它还有55兆人民币这么大的一个存款总量的。也蛮大的，所以它现在要分别并掉。那接下来你还会看，一定还有，因为呢，中国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小型银行全部都拆到这个大银行当中，他觉得大银行比较好管。但是有一说，你把烂东西分到大的一个银行，把它并成个大银行，那大的、小的烂还是大的烂？一点点烂还是全部都很烂，那不晓得嘛，所以不晓得并起来如何，不知道啦。反正现在正在做这件整并的事情。另外，你还看到了中国看到天灾人祸的状况，看到了洪灾，结果演变成了洞庭湖的决堤。那你说决堤那天灾啊，因为这下大雨啊，但问题是中间有人祸，防洪治水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吗？拨了那么多的预算，人谋不臧的事情太多了。那虽然在77个小时之内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解决，但后续的善后更严重，因为很多地方的家园已经淹掉，你要人家怎么住回去嘛？那另外你还看到了，他说，要课这个消费税下放到地方，解决地方财政的问题。但是，一般民众接不接受，大家会不会反弹，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再来呢，你看这么多的一些。感觉是内忧外患呐，所以呢，其实导致了现在中国金融市场表现就没那么好了。上证在3000点这个关卡上上下下，而且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外资都在撤离当中。那当然呢，你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难题哦？最近看到中国中央不断提起一个新的名词，那叫做新质生产力。这个现在中国感觉是把新质生产力当成未来拯救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解方。什么叫新质生产力？我们就看过去啊，有新当然有旧嘛。那什么是旧的？中国以前靠什么起家的？靠它的地大物博，靠它的天然资源，靠它丰富的人口红利跟劳动力嘛。世界工厂不是吗？所以呢，他们想要把那种资源密集，要耗费非常多资源的这种产业，然后把它换成用科技创新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所以叫新质生产力。好，那这是未来国家方向哦，第15个5年计划哦，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到底三中全会怎么讲。但是呢，外资怎么看这次呢？现在外资真的很认真在看，因为呢，现在很多外资啊，他们的以前2脚进中国啊，现在1只脚撤离了，还剩1只脚哦。
不是中指，还剩一只脚哦。好，那这只脚呢，要不要赶快也跟着撤呢？就要看这次三中学会怎么讲喽。好，那现在的撤离状况，我们来简单跟大家报告，像是挪威的主权基金哦，他们直接把这个上海代表处给关了，然后呢把人都这个遣散了，然后把他们的一个这个以后主导中国业务的总部就直接挪到新加坡去了哦。好，这个是挪威的主权基金。另外呢，看到了这个穆迪呢，则是把这个在上海、在北京、在深圳的一些分支机构全部裁撤了，然后裁了大概解聘100人左右哦，那还剩一些。另外呢，看到高盛也解聘了1成的员工哦，然后呢，还包括了新加坡的淡马锡。淡马锡最值得好好讲一讲，为什么？因为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哦一路的经济奇迹过程当中，新加坡的淡马锡基金啊，它是受益最大的，因为它很早就压住中国的发展，所以它赚非常多钱。但是呢，你看到最近淡马锡的动作，它开始撤出中国了。它在2023年，它投资美国，甚至超越中国，哇，这不得了，这破天荒第一次哦。那于是呢，这个淡马锡他就说了，他说明明就不是中国的企业盈利状况不好，而是呢国际资金都不看好中国企业。那当然呢，他讲说他慢慢也在撤喽，所以呢，刚刚讲到2只脚很多都撤1只喽，他们就要看这次三中全会到底对于外资的投资是开放、是紧缩，还是有什么样新的政策。如果呢让他们非常满意，龙心大悦，他就留下来；如果呢看了半天觉得不可怕，好可怕，他们可能真的走了哦。这是外资态度。那当然呢，我们来给大家讲点小小结论了哦。中国的经济问题，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哦。无论是你就人在中国，亦或是你有中国的朋友，或者是你有中国的亲人，现在看到中国的问题，应该说。盘根错节，环环相扣，而且很多事情也不是现在当下拿出一个政策就有办法解决的，很多事情可能也不是操之在我，就是不是中国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美国对他的敌意，这也不是中国可以说你爱我好不好，也不可能嘛。所以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方法是加大生产的力道，然后补贴那些企业，补贴国企，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产品的生产，然后卖到国外去。但这会发生一个什么状况？很多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对的，以西方的经济的一个角度哦，以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不对的。他认为你的经济不好，失业率很高，人民不消费。那你应该要做什么呢？比如说像台湾，比如说像美国，如果你的国家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经济困境的时候，你发钱就好，你发给老百姓钱，好像台湾不是发福利券吗？像美国直接钱汇到这个老百姓的账户里头嘛，汇到他们银行账户里，你就发钱，你就发福利券。好了，老百姓有钱了，我就消费。好，消费了之后呢，我就带动了市场经济，就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好，但是在中国不是这么样的做的哦。中国现在状况是失业率非常高，人民不消费。结果呢，中国怎么做呢？他去补贴了生产端，他去生产了更多的商品出来。但是问题是没有人要买啊，没有人消费，老百姓现在没有钱啊，亦或是有钱我未雨绸缪，我不花呀。所以呢，看在西方的经济学这一套，会觉得不对，你这做错了哦，你这会往这个错误的方向奔跑。越跑越远，会把中国的经济拖得更糟糕。而且呢，现在经济整个生产过剩的状况底下哦，已经惹了很多的，比如说像美国、欧盟都觉得你这样倾销到我国家不行，我要关税壁垒。甚至呢，很多中国的盟友他们也开始像是印尼又觉得，你怎么也倾销到我这？我跟你好朋友。巴西也觉得，怎么这样？墨西哥，你怎么也这样？所以你看到了，就中国把这些这个商品倾销到全世界，好像已经引来了一些反弹。好，但是呢，我们讲回来，其实中国也常讲这句话就是呢，世界上不是只有一套秩序的哦，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那到底中国现在用它所谓的救经济的方法这一套能不能成？我们可能要观察，但是呢，以这个西方的经济学的一个角度来看，会觉得你那套不对哈，你要不要重新调整一下？那到底呢，三中全会会调整出什么样一个未来第15个5年的经济计划的方向，就让我们持续观察下去了。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三中全会最新的消息了，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